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严厉梦挺身揭发中国疫情欺骗，给川普递刀啊。那么这是一个蛮有爆炸性的新闻啊，因为我们目前关于中国疫情的来自一线的消息不多，也中共很早就开始控制信息源，所以像我们之前讲的李文亮医生啊，包括后来的这个急诊科的主任等等啊，很少的信息源。那么严厉梦挺身而出来指证，那么其实对整个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信息啊。那我今天我也很认真的去听了他说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大家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件事情啊。先说主角啊，主角叫严厉梦啊，英文叫就是拼音啊，严厉梦啊。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研究中心的病毒和免疫学专家啊。他不是一个打酱油的啊，他在自然、柳叶刀和研究广场这些专业的学刊上面发表过很多的论文啊。他是专家，他是博士啊，他是个博士。那么他今天接受福克斯的采访啊，但是其实关于严厉梦这件事情，在1个多月前已经开始在 YouTube 上面已经有消息的了，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走出来啊，和大家见面啊。那么这一次呢，严厉梦接受这个福克斯的电视的访问，等于就是正式出来跟大家见面啊。关于他的这个专访有一些要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把要点跟大家讲一下。他是这样，他是说从去年年底啊，他们开始知道武汉出现这个新冠病毒啊，然后他当时是作为全球最早介入新冠病毒研究的其中一些专家啊，按照他的主管世卫组织的专家叫 Dr. Leon Poon 呢其实是广东话，这个名字一听呢就是一个香港的学者啊，叫 Leon Poon 啊，姓潘啊，潘仁美的潘啊。他们就开始秘密的调查，其实就是私下的调查。当时的中国政府呢就严禁海外学者介入啊，包括香港的研究人员。那么严厉梦是在12月31号向他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友人查询啊，他31号打电话啊也不一定是打电话，就是找他的朋友。他是学这个，他肯定有很多同学啊朋友都在这个行业里面，那应该是找他的朋友或者同学啊什么的。当时就已经证实中方已经发现家庭聚集性的感染，然后病毒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状况。当时已经知道，国家疾控中心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世卫组织是在1月9号发表的声明，他是这么说的，声明里面讲，中方向世卫组织通报，病毒不会发生人际传播。这件事情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袁立梦说，他说疫情爆发之初期啊，武汉的这个病毒人传人的情况非常严重，病患与医护人员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中国政府也不允许任何人公布有关的消息啊。这个情况跟我们在当时报道有关武汉疫情的这个情况是基本是吻合的啊。我们当时也是知道这种情况啊。那么实际上
从我们当时的报道的情况来看，12月31号，12月中已经知道人传人的了。为什么？12月17号，我印象中17号还是19号，这个钟南山他们调查组已经回到北京，已经有结论了，当时已经有结论啊，那只是没有公布而已啊。实际上他们在12月19号已经回到北京，已经有结论了。所以呢，这个严立梦说31号他得到他的朋友疾控中心的朋友的消息，说已经人传人了，应该和当时的情况是吻合的啊。然后严立梦是1月16号再次向他的主管汇报调查的结果，他的主管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Leon Pun 告诉他保持沉默，并且保持谨慎啊，警告他不要碰中国政府的红线，否则他会被失踪啊，他会被失踪。严立梦也指谁呢？指世卫组织附属实验室，就是港大有一个世卫组织的附属实验室，他的联合主任叫马克利佩里斯 Paris Malik Paris 教授已经知道了消息，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是没有做任何的反应，也没跟谁讲啊，大概是这样。那严立梦说，他决定前往美国，并且向全世界讲出真相的原因，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基于人类能否幸免于新冠病毒啊。他了解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举报的人，前面不就已经有一个李文亮医生嘛啊，以及中国政府与世卫组织之间的腐败关系啊。如果在中国或者是在香港讲出真相，他将面临被失踪甚至被杀害的命运。对，是的，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面对压力，他是今年19号开始向美国的网站博客发布疫情信息，并且在今年4月28号坐飞机到了美国。严立梦离境几个小时，国保国保大家知道什么哈？国保就是内保内保。国保警察就在他青岛的老家对他的家人进行威胁恐吓这个不意外不意外。今年5月中旬开始，中国的网军就对他展开一系列的污名行动，这就是你在推特上面就会看到有人开始，其实今年5月中6月已经开始1个多月已经有人在推特上面讲他严立梦了已经开始讲他只不过是一个实验室的小助理等等说那么应该是他已经就是中方应该已经知道 FBI 已经介入他的案子了那么香港大学还在官方的网站上删除了严立梦的所有的工作记录把工作记录删掉了严立梦说，虽然他对自身、家人和所有提供相关信息的医务研究人员的安危感到忧虑，但中国病患的真实统计并不为外界所知。病毒防御的研究也必须基于真实的信息，因此他希望告诉世界真相，并且警示疫情危机的严重程度那么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新闻就大概是这样新闻我们大概的分析一下第一，严立梦肯定不是个打酱油的小助手你从他发表的论文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他作为一个博士那么他是个专家这是第一个，他是真的专家而且当然他肯定不是个直接接触机密的这个医护人员，或者说他不是直接接触机密的专家但是他是听了他在疾控中心的中国疾控中心很大人很多的消息所以他说出来呢也应该问题不大这是第一。第二，他能够指名道姓的把他的上司
和他旁边的那些人讲出来，指出他们无所作为，说明让他的这个讲出来的信息非常可信，而且他讲的这个时间节点和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一系列的关于武汉疫情的报道，我们当时的这个时间节点是基本上吻合的所以我认为他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严立梦对中国在疫情上的指控上了一个层次在此之前，所有的对中国的指控停留在一个什么阶段？停留在隐瞒的阶段，就是说，外国的政府也好，包括当然主要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它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中国政府隐瞒了疫情，没有及时把信息告诉给这个世卫组织它只能说它拖延你的拖延隐瞒，这不对但是严立梦的指控呢，把这件事情变成另外一件事情。严立梦的指控不是他拖延，是纯粹的欺骗，因为他已经知道人传人，然后他翻过头来告诉世卫组织说不会人传人。这两件事情是完全南辕北。你要知道，这是个烈性传染病烈性传染病，你告诉大家不会传人，然后你还不封城，你还不控制人流的出境。你想500万武汉人离开了武汉，然后其中有50万人出了国，这什么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就实际上把中国在疫情方面的情况的这个行为的性质改变了，它已经不是隐瞒了，它是纯粹是欺骗了隐瞒跟欺骗是两个不同的性质这是第三点第四点 ，FBI 肯定是介入了为他提供保障。从这一点的角度来看呢，有可能是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严立梦可能知道的情况比他出来接受采访的情况要多得多，甚至是不一样他可能会知道更多的情况，但是呢，他为了保护消息来源，他就选1-2个点。他实际上目前他出来讲只有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时间点，第二个点就是说的事实这些点呢，他选1-2个点，只要这1-2个点能够改变这个事情的属性就够了，他就不需要提供太多的信息，太多的信息可能会泄露他的信息来源，或者是可能 FBI 会给他一些其他的指引，也不一定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 FBI 肯定是介入了这件事情，为他提供安全保障，否则他不敢出来接受记者采访。那么也可能会有另外的情况那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这是第四。第五，严立梦出面肯定是从政治影响的角度出发的否则的话他也不用出来。那么他接受他提供美国给他提供政治庇护，他在美国住下来，他是个专家，英文又很好，去安排一个工作，找个工作，像他这样级别的人肯定是需要的找工作不是问题，然后在美国展开他的新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但是他出面让他出来讲话，肯定是要有政治影响。那么政治影响呢，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给川普递个刀子如果川普需要，就可以就着这个话题往下走，对吧？你说是不是？大家新闻都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川普如果真的要就这个议题展开，那就开始向中国提出各种问题要求追责等等，这个不就顺势而行了吗？所以我就今天题目就是他是给川普递了个刀子川普用不用那是另外一件事但至少刀子在他手里了嘛，对吧？所以川普手里很多刀子，
只是他不用而已啊。那么说到川普，今天川普发出了一个我看上去就比较模糊的信息啊。今天星期五，然后川普呢就飞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呢空军1号上面有记者就问他说，那么今年实施第1阶段协议之后，是否有可能达成第2阶段协议？川普脑子一动，说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我说实话脑子里还有好多其他的想法。然后川普接着说，他说中国原本可以制止新冠病毒的流行，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个信息就有点模糊啊，就很难理解川普到底他的意图是什么啊，川普的意图。那么当然，这个记者问这个问题也是个坑啊，记者问这个问题也是坑，就是挖了个坑。川普，所以其实呢，川普是非常聪明啊，川普非常聪明。川普一看是个坑，绕过去了。这一绕过去呢，这语义就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有2点我是能够感觉到。第一点，说明川普对中美贸易协议没有新想法啊，没有新想法。那也就是说，他还想看着中国买他的大豆啊。那么这是第1条。第2条，你看昨天有一条新闻报的比较少啊。那么昨天美国宣布对台军售6.2亿美元。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有点，川普其实是在做一些动作啊，但是这个动作呢都不连贯，没有关联啊。像台湾军售这件事情，当然它对中国是有影响的啊，肯定是有压制的含义。但其实为什么它不采取更有直接影响的效果的东西？不理解啊，我还是不理解啊。所以，川普去了佛罗里达，在空军1号上面的这番话，大概也只能够理解这么多啊，大概只理解这么多。这是关于这个严立梦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个 Pew Research Center 叫皮尤研究中心，这是个民调啊，专门做民调研究的啊。他在7月8号啊发了一项民意调查，这个民意调查其实在3月份做的啊，但是当时呢他就没有进行这种分层的研究。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个年龄分层进行分析，公布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是什么呢？民调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个我很感兴趣啊，就是说我们经常讲我们要掌握民意。什么叫民意？民调就是民意的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啊。他的这个调查呢显示呢，美国不同年龄层的人对中国的恶感都上升了很多，这是第一。第二，年龄越大越对中国越反感，这是第二。第三，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反共，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儿啊。那么我具体的讲一下情况啊，情况是这样，他是翻过来讲的啊，婴儿潮 baby boomer 就是46年到64年的出生的人，现在应该是56岁到74岁。他们对这个年龄婴儿潮一代，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只有21%啊，这是一个。第二个 X 世代 Generation X 啊，65年到80年出生的人就是 X 世代，那么现在应该是40岁到55岁啊，这个就属于中年人啊，中年人对中国的好感只有23%啊。年轻人啊，千禧一代就是81年80后到96年出生的人，所以现在24岁到39岁啊，年轻人对中国有好感的占32%啊，这是一个数据啊。然后呢，
他的调查是当时他调查的时候呢是3月3号到29号，就整个3月份完成的这个调查。这个结果曾经在4月21号发布过，但当时的情况是什么？6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啊。然后他这次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分析啊。然后呢，他公布的是什么呢？公布的是有一点就是关于中国的威胁啊。中国威胁就是说，他就问这个被调查的人啊，他说中国的威胁，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对中国的威胁有3个选项：主要威胁、次要威胁、没有威胁。结果是什么？结果是48%的人认为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对美国是主要威胁啊，主要威胁。2018年62%啊，62%是认为就是超过60%了，62%是主要威胁。2年前，2018年这个主要威胁只占48%，那么现在是62%啊。那么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就是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啊。那么还有啊，那么2020年对中国负面看法，共和党人跟民主党人比较，共和党人72%对中国有负面看法，72%啊，共和党人真的恨中国啊。民主党人62%也非常恨啊。05年是什么数据啊？05年是共和党39%，民主党34%，所以你看看民意变化非常大，共和党已经到了72%了，72%负面看法。那么他还有一个信息，有一半的美国人预计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在疫情后减弱，另外还有一半的美国人也认为中国的国际声誉因为疫情而受到打击。31%的人认为影响力不变，17%的人认为影响力会增强，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从这个民意调查来看，那么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整体的观感是急剧的恶化，非常急剧的恶化，已经到了62%了啊，认为中国是威胁，已经占到62%了。所以各个年龄层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都是大幅的增长，都是增长30几啊，这影响非常的大。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调查？这个调查有什么价值？这个调查有2个基本价值。第一个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调查可以了解什么呢？了解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大选期间，这个中国议题在这个大选中的影响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论是川普也好，还是拜登也好，这2个人都逃不过中国议题啊，逃不开中国议题。他们在中国议题上必须有回应。为什么？你看民意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下一任美国总统，不管他是谁，是川普也好，拜登也好，他在中国议题上可以做的调整不太多。你看民意这么强烈，非常强烈，不是一般的强烈，非常的强烈啊。好吧，大体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非常有效率的讲完了。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我们可以多点的时间互动。那么请在我们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这过1000还没过啊，请大家点赞，谢谢啊。我在这跟大家讲一个我交代一下我的现在的情况啊。我们搬完家，现在基本上就基本上稳定下来啊，稳定下来。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慢慢的开始进入这个状态啊，因为之前搬家嘛，那么有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休息也不好，然后心里好多事啊，一会儿网络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上次网络一下给断掉啊，有一些这样的状况。那么我现在感觉就慢慢的稳定下来，我会在节目当中慢慢的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OK， 我在这里跟大家交代一下啊。那么进入直播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多啊，我们可以很多议题都可以聊，很多议题可以聊，好吗？好，鸣谢一下归人111，谢谢打卡英国 Crane 谢谢 Mike 猪谢谢 Albert 胡谢谢郭喷色谢谢袁立梦勇气可嘉，希望能揭露魔鬼真面目，谢谢沈奕晨谢谢点赞王老师，川普的武器库又多了把刀子 and then 好吧，好，观点。人类文明社会能够砥砺前行，就是因为有严谨务实、敢用生命维护科学真理的科学家，非常正确，是这样。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删除他的工作记录，说明香港不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港大有个医学院啊，港大已经沦陷了，那是没有疑问的，早就已经沦陷了啊。观点：希望外界密切关注他以及他家人的人身安全，外界对他们安全的持续关注，也就是对这样勇士最好的支持。中共很可能通过威胁他们及他们家人的人身安全来晋升，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要持续的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播报啊。观点：我仔细听了3遍今天公布出来的采访，我的判断是：一，他是可以作为一个中共揭盖人传人事实的污点证人，但是可能还不是关键证人，可以作为证据链当中的一环。2，他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中共对医生及其家人的迫害。3，他提供了一些不完备的但可以作为旁证的关于中共与 WHO 官员沆瀣一气掩盖病毒事实的证据。目前还不确定的是，他出面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非常正确，3点我都同意。那么当然他们不能叫他污点证人，为什么叫他他就是证人就好了嘛？为什么他没有污点？他有什么污点啊？他就是证人啊。OK， 这个3个观点说的非常正确，我也非常同意啊。情况网上说访问有几个小时，这只是一小部分，以后 Fox 会陆续播出，会成为一个核弹。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啊，不可能一口气把它吃完，陆陆续续的往外播，有可能是这样。观点：今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吗？接受采访时说，中共最怕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人民。这次这位严博士出来作证，和当初李文亮提供的信息相互佐证，有很大的可信度。我刚查了，严博士和他爆料中提及的几位重量级人物都有交集，比如马利克·佩里斯，这位是著名的专家，在香港有专门的实验室，是当时分离 SARS 病毒的世界第一人，在资料文献中可以查到他们曾经共同发表论文。如果国人知道真相，对中共是最大的打击。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观点：世贸的约定可以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可以成为历史文件，川普怎么会觉得中共会遵守贸易协定呢？因为他手上有关税啊，棒子啊，有棒子的话，就川普很有信心啊，中共很怕关税这个棒子，所以就会遵守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哈。
观点：如果美国和整个西方有意慢慢的煮，不失为好的方法，免得商界反弹太大，给政策制定者太大压力。先打小一点的家，然后扩大范围，再升级打击，再更高一级扩大，逐步让商界、金融界撤出，最后空洞化香港及中国经济。这是一盘大棋啊，这是一盘大棋，也许吧，我们就姑且相信吧，好吧。观点：现在川普搞中国的动作，不是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而是试图迎合民意。尽管搞些声势大却没有实际意义的花俏动作，如果川普试图这样来帮助大选，那么就看美国人民的眼光了。美国人民的眼光应该还可以吧？哪那么容易就被忽悠了？没那么容易被忽悠啊。提问：王先生能否预测一下，川普连任后会不会对中国更强势？一尊连任后会不会无所顾忌，快步让中国进入他理想的社会？川普连任，你确定川普能连任吗？我觉得现在川普，你看民调，川普已经落后10个点。按照这个情况，而且他在一些关键州都在落后，一些关键州、关键摇摆州他都在落后，所以我觉得，我对川普能不能连任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有疑问的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你这个前提呢，我就不大同意啊，因为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算川普连任啊，那么会不会对中国更强硬啊？他现在风头火势，他都没强硬，他为什么连任了就强硬了呢？我不理解。那现在川普不强硬，我不认为川普强硬。虽然很多网友说，川普是过去几十年最强硬的总统，这是事实，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啊。为什么不够？因为这和美国面对的威胁不对称啊，就是说，现在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那么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的措施肯定是和这个威胁本身是不对称的。如果你要保护美国，保护美国的利益，那么他应该更强硬才对啊。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是有点问题的啊，有点问题。所以你说他更强硬，那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很强硬。我认为他没那么强硬，和美国面对的威胁来说是不够的啊。他会不会更？我不觉得他会更，我不觉得他会更。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更？就跟现在他为什么现在不一样？你说呢？观点：昨天川普发推说，美国太多大学学院灌输左翼思想，所以他要财政部做审查，看是否要取消免税资格。姑且不谈这里面的学术自由的问题，我不禁想到毛泽东把大学关了算了，知识分子太反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包括梁家河。是这样的，我昨天看到川普的这个观点，我也是有点怎么说呢？好像他没读大学似的啊。好，情况，我这更新的还是很慢呢。情况，我住温哥华，现在在卖房，挂了3天，约看房的都是香港人。OK， 我看一下手机会不会更新的快一点，这个就是更新的慢呐。还是没有更新，好，我自己来看吧。观点：拜登上台会嘴上对共匪强硬，背地里舔共匪。这里面我有个看法，就是现在网上，特别是中国人啊，中国网友
中国网友对拜登的看法上来就说拜登对中国会很，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一样，大家有什么凭据吗？就是拜登为什么大家就这么说他呢？他是美国总统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拜登如果有看法，一定要提出依据来，不能这样去讲，这样讲不对。为什么？你可以怀疑他，但是如果你在指控他的话，你一定要有依据啊。拜登为什么会去背地里去舔共匪？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对，那一个政治人物，他会做很多政治宣誓啊，这是没有疑问，他必须做很多政治宣誓。他做政治宣誓是告诉大家我的政治取向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拜登作为一个这么多年的老参议员，我不相信他会一点政治常识都没有，这是第二。第三，他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跟他在这个奥巴马当副总统这是两回事。作为一个副总统，他唯一的任务是什么？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坐在那儿。为什么？他是个备位的元首。什么意思？这个美国的体制是一个这样的体制，总统上来以后，所有的事情全部围绕着总统展开，不会因为你是 VP， 你就有稍微小一点的权 No， 你没有任何的权利，所有的权利都在总统身上。你就是坐在那旁边，等着他出状况。他如果出了状况，你就坐上来，你就是那个拥有全部权利的人。所以他在做副总统的时候，奥巴马所有的政策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个备位的元首。不过，奥巴马选他做他的副总统，当然有很多考虑。当然，他不可能是他的政治对手或者是敌人，让他做副总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支持奥巴马的政策，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他自己当总统，他会做怎样的总统，会制定怎样的政策，跟他当副总统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所以现在很多网友去质疑拜登，我觉得这有点不公平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对于奥巴马，对很多人对奥巴马的不满意啊，当然最不满意肯定是川普啊。那么对奥巴马不满意，然后认为奥巴马很多政策不对，美国选民选川普出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图。美国选民基本上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选民，他们一向做正确的选择，他们选川普出来就是来拨乱反正。那么这件事情和拜登有关系吗？跟拜登没有关系，他又没跟川普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讲这个议题，就是我在推特上面看到很多啊，我也在我们的网友的留言看到很多，大家好像默认了一个前提，就是拜登就是亲共的。有一些指控，对拜登的指控，包括他儿子做生意等等这些指控，我认为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指控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事实依据，这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他儿子去做这个生意，我不觉得他在政治上因为这个而做一些其他的选项，我不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他做了总统的话。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大家一定不能预设立场，预设立场会是什么？会局限我们自己，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会变得受到局限。我们不要受局限，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就像我看川普，我是开放性的心态，我基本上我们只看政策。就像拜登我很少评价他，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很少看到他的政策，他是有一些话就是你一看就是场面上的话，所以我不评价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但是我也不希望我们网友对他进行一个预设立场。如果大家预设立场的话，这件事情会变得什么？变得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从目前我们如果要评价这个选情啊，我们如果现在评价选情，从目前的选情来看，明天去投票，川普一定是输的。民调的出现的，当然，川普不认这个民调，这认不认，当然，川普那一届是大家大跌眼镜啊，中间有一些出错啊，但是我们只能通过民调来判断这件事情。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川普是会输掉的啊，我讲的有前提哈，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民调的情况来看啊。那当然还有很多情况，这选举有很多的意外啊，包括川普就是个意外。所以川普能不能连任，我认为以现有的情况来看，川普的连任的可能性远没有拜登当选的可能性大，以现有的情况来看。那么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很多很多的原因。那么原因我今天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但是肯定有原因，中间是在发生一些变化的啊。提问啊，拜登几天前观点，我先说观点啊，情况，拜登说他上台第一天就会重新加入 WHO， 和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后面那句话我没听到啊，我听到前面那句话啊，我们不要去黑他啊，我们一定要平等的看待两个候选人，就说一定要平等的看待两个候选人。观点现在就将两位总统候选人固化，还早了点，大家别急。是的，没错。提问：如果王老师这次直播在我心中给拜登加了 0.5 分，OK， 那么容易加分吗？提问：拜登前几天说，如果当选就会立即重返 WHO， 这是表明他的立场是重塑美国世界领袖的地位，还是说他对中共的态度是合作多过对抗？那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你的这个提问根本就不对，他根本是讲他重返 WHO， 重返 WHO 跟中共有什么关系？中共虽然控制了，我们讲中共买通了 WHO 的秘书长，但是 WHO 还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啊，对吗？这跟中共，这反映他对中共的合作态度嘛？我觉得大家不能去黑他啊，大家不能去黑拜登，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够这样子去延伸啊，这不公平啊。提问：中国曾经对新疆展开销毁少数民族书籍的行动，现在陆续有消息传出，销毁书籍的行动其实在全国进行。去年10月，中国教育部曾下达对各地中小学图书馆图书进行审查清理的通知。这个情况有多严重，我不知道有多严重，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全国的图书馆都在清查，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中共做这种动作又不是第一天，老实讲他一直在做啊。我这 iPad 是不是掉线了呀？提问：拜登做总统，他的内阁还会集结对华鹰派吗？
那我不知道，其实我不了解拜登，因为拜登在我的心目中其实是个很模糊的存在。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本身他就天天笑嘻嘻的坐在后面啊，也不大说话啊。那么，他就算是现在在竞选，我只看到一些他负面的消息啊，他的其他的政见看的不多啊，他真的跑出来讲话的不多。拜登话很少啊。观点，哎，哪去了？啊，观点，拜登的儿子是上海渤海叉叉公司的董事啊，我看过这个东西，但是我问了那个在推特上发这个信息的人，你的来源是哪里？他没有说，就跑掉了啊，所以我不读下去了，好吗？因为你们也没有说信息来源是什么。情况，副总统和总统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是参议院议长，总统不会选这个敌人当副总统，当然是一致的啊，理念当然是一致的，但理念一致不一定政策一致啊。情况，南华早报周六报道，根据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库档案，亨特·拜登是股东投资基金渤海华美的董事。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注册资金3000万元，约合400万美元。然后呢？观点，拜登的中国政策不好说，但民主党的国内政策对亚裔不利，对经济也不好，对治安不利。观点，不管大家怎么想，拜登当下任美国总统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观点，拜登上台肯定不会乱搞盟友，会比较理智，比川普靠谱。你们开始打得很厉害啊！观点，人对自己生长的土地有着天然的热爱之情，但 CCP 利用洗脑，将这个对土地的天然热爱之情潜移默化为对党 CCP 的政权的热爱，从而使得人群中爱国言论占据道德高地，粉饰了其统治的合法性。OK， 观点，太多网友还是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美国政治。川普3年内做了很多令人不齿的事情，反民主、反科学，好吧？提问，中国如何应对这次严博士给他们带来的危机呢？一直否认，应该解释不过去吧？就是一直否认，就是一直否认呢、你以为他会有什么？他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美国啊，安排人在推特上骂严博士啊，然后安排人在这个 YouTube 上面骂严博士啊，然后就开始各种揭秘啊，各种问题都来了，这个会有的，这个很多的啊，所以大家你们可以去 YouTube 搜，用严博士的名字去搜一下，有很多在说这个故事的啊。提问，请问中国观点，今天讲座带有很强的偏向性，你是拜登的支持者，我的观点，拜登上台就是美国的悲哀。我澄清一下，我不是任何人的候选人的支持者，我既不是川普的支持者，我也不是拜登的支持者，我只评价他们的政策，我不会支持任何一方。为什么？因为我是新闻人，我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我要保持我的中立的态度，所以我不会去叫选边站啊，我不会选边站。我要澄清一下啊，澄清一下。
观点前几期不，我为什么刚才讲这样的话，就是我不同意很多网友的一种做法，就是上来就假设拜登是亲共的、亲中的、亲共的，我不认同这件事情，所以我要特别的把这件事讲一遍。所以我没有偏向性，我只是要把这件事情讲给大家听，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一个候选人。就算你是川普的支持者，你也不要去这样去对待他的对手。为什么？民主政治不是这么玩的啊！民主政治不是这么玩啊！你看哈，打选战就是一开始就向对方泼脏水的话呢，这种候选人通常会不能当选。为什么？美国的选民还是很有智慧的啊，就是说民主政治玩到这个地步的话，已经不能够，你看辩论赛你就知道，没有，你可以讽刺对方，你可以打击对方的政策，但是不能泼脏水，就那是下三滥。选美国总统当然要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当然是你在道德上必须没有瑕疵，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件事情在川普身上已经发生变化了啊。第二条，你真的有很明确的大家选民需要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针，就这两条。其实你比来比去就是比的这两条。但是通常后面那条更重要一点，在川普身上这一条前面那一条已经不一样了啊，已经不一样。观点前几期王先生谈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来自哪里，当世人称赞日本茶道、日本刀、和服和生鱼片，强国人说这是来自唐朝的饮茶文化，磨刀、唐服以及江南的愉快。谈到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强国人说郑和下西洋、天空开物和中国四大发明，欧洲发展就是使用中国四大发明，却完全没有想到他国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人还在缅怀前人的发明，部分中国人用贬待他人、加幻想、加意淫的方式活在汉唐盛世，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文化自信。怎么说呢？四大发明也不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四大发明是英国人总结出来的，所以，所谓的四大发明，其实我不大同意的啊，很多人都不大同意所谓四大发明。那么，当然，中国有没有？中国也有非常灿烂的文化，这没有我一点都不怀疑啊，我一点都不否认。我非常的认可中国有灿烂的文明啊，但是中国的文明的确是有它巨大的缺陷啊，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人一定要有这种自省的能力和自省的精神，我们才会进步，中国人才会进步啊。你去和其他的文明相比，那么中华文明它有它的缺陷啊，我们要认识这种缺陷，我们才能够往前走。如果你就像这个网友说，你还在这个灿烂里面陶醉，那怎么进步呢？是吗？王老师您好，我特喜欢前几天您在节目中爱憎分明的表现，这种情感宣泄是对香港人民苦难的牵挂和对制造苦难的鄙视，那才是真实的你。内心向善是这个平台的基础，永远支持你，谢谢你啊，谢谢。对，我会有情绪外露的时候啊，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尽量的保持理性。保持理性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很重要的专业能力啊。当然我也是个人，我也会有情绪，也有情感，那么在一些时候我也控制不了，所以请大家理解。我想我们网友都对我很支持啊，都明白啊，都明白。情况，去年我想买据英国的这本书，结果大陆新旧书都买不到，后来查了一下，只能在香港、台湾可以买。不过现在香港估计也买不到了，香港应该还买得到，你可以试一下。
情况，拜登的脑子记忆力恶化，有一次竟演说时忘了奥巴马是谁，有时说话颠三倒四，网上的视频很多，有这样的情况，我看到。观点，现在民主党已经不是过去的民主党，已经堕落到，不要去这样说别人好吗？观点，王先生对川普够好了，川普那么多乌龟政策，王先生还经常给他找下理由，哪那么多理由？他就是又是骂人，我们不要骂人好吗？啊，我们就批评政策就好了，批评政策就已经够了啊！观点，川普的团队不能平衡他的缺失错误，因为他的人格，其他的总统较能够接受团队的建议。一个总统到底有多能耐，其实不重要啊，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有判断能力啊。里根总统是个非常伟大的总统啊，是我认为美国少有的伟大的总统之一啊。那里根他是个演员，他并不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政客啊，但是他一点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为什么？说这就是总统，总统他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来支持他的政策，帮助他出谋划策，他能够根据他的价值观，根据他的判断来选择好的政策，这就是好总统。总统不需要很厉害，但是总统有一样东西需要非常的厉害，就是你懂得选择啊。观点，中国文化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失去了它博大的胸怀和灿烂的光华。之后，在一个个王朝由盛到衰的轮回中，在一次次落后民族的铁蹄践踏下，这个文化还剩下什么呢？除了一代代少数人被残酷打压的忠义气节之外，就充斥在中国社会上。社会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方方面面的权谋狡诈。提问：中国怎么才能改变？会改变吗？现在这一任不知道会在位多久，下一任也是岁数比较大的红二代，会不会在三四十年后，等到80、90后成为领导人的时候，会有些改变？国家这个样子很心痛。我认为有2点啊，关于中国会不会改变啊？中国肯定会改变，我认为中国肯定会改变，而且改变正在发生。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放弃了他自己的生活和追求，没有一个中国人放弃了他自己的生活和他的追求，就是因为有这个动力，所以中国一定会改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这取决于什么？真的取决于中国人民自己，跟其他国家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其他国家帮助他去实现，所以他需要一些什么呢？需要一些历史的契机。你比如说，1911年，清廷逊位啊，自己就下台了。我宣布我退出历史舞台，政权交给你们，你们说，然后中国就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有历史契机啊，这有历史契机在这当中。但是这里也有什么呢？你想一下，当时清政府有没有对手？清政府也没有对手。清政府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军队能打得过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从军事实力，从所有的资源来看，清政府没有对手，国内没有对手。但是这个地方也宣布独立，那个地方宣布独立，他觉得哎呀，旁边人在旁边说一说话，就袁世凯也跟他在讲，你要不就撤啦，不好弄啦，他就退了。所以有些事情，我不觉得
谁能说清政府那个时候下台是历史必然？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时候经济也不差，清政府手上的兵也不错，对吗？虽然之前打过输仗，但是现在他当时经济很好啊，每年以10%以上的增长啊。当时清政府的经济状况，股市也很蓬勃啊，搞了一场股灾，对吗？焦头烂额。但是你想一下，连股灾都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共产党有股灾早，股市早吧？你说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中国会不会改变？中国一定会改变，中国人都没有放弃啊。当然，中共在帮他们洗脑，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中国人是没有放弃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这两点，我认为就是你万一你不知道历史的契机什么时候来，那有一个这样的契机，然后正好又碰到一个这样的其他的国家帮助一下，可能这件事情就成了，你说呢？所以大家都不要放弃，还是要保有希望，好吗？提问，请问严博士出来接受访问，除了舆论引导外，能实质发挥的作用为何？老师所谓的刀就是指舆论吗？不是，不完全是舆论啊。如果川普他要启动一个对中国问责的这样的行动的话，现在不是正好的时机吗？就又有说法，又有人证，又有没有物证，但是有人证嘛，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可以以这个为契机，这就是地刀啊，这就是地刀，好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那我们下面就鸣谢一下 Alex 杨，先点赞，谢谢啊，先点赞再看节目，今天总算赶上直播，我们全家都喜欢王先生的节目，谢谢。陈 Tiger， 谢谢。Christy 周，谢谢。Andy G， 谢谢。WQ 厨，谢谢。我没有投票权。我老婆西语义，她说会投票给坎耶韦斯特。她问我，要是能投的话，会投给谁？我说我会弃票啊。姥姥王，谢谢。客观理性是王先生一贯的风格，请大家要冷静。如果不能有容人的雅量，怎么能谈民主？敬佩王先生的独立思考，谢谢谢谢姥姥王。Crane， 谢谢。一讲到选举话题，就很多人一点就炸，希望大家保持冷静。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已经翻墙了，还动不动就用斗争思维看待别人，岂不可惜可叹？希望大家共勉啊。那么因为电脑重启，所以有一些打赏漏掉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一并谢过啊，一并谢过。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在看待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川普的支持者还是拜登的支持者，大家一定要用理性啊，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是要出来为美国服务的公职人员啊，没有坏人，没有坏心啊，用那种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对手，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一个行为啊，甚至不理性啊，不好的行为。所以我劝大家，至少在我们这里不要这样做啊，这样做不好，好吗？就是你可以批评他的政策，你甚至可以批评他的为人，但是不要做人身攻击啊，不要做人身。虽然你是攻击他，我也不同意；攻击川普我不同意，攻击拜登我都不同意啊，不好。就说你上来就说啊，他会亲共，我觉得这个不好，好吗？瑜伽树 Yoga Tree， 谢谢王老师讲这个题目，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